配购卡的月租只要$3，而且还送100条短信和100分钟的通话。它不仅能够在中国上网，使用原生的美国 IP， 而且还可以在 WiFi 通话的环境下无限免费拨打全球的电话。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从2021年7月份开始，陆续向大家介绍了2张能够在中国大陆长期使用的美国手机卡，就是这2张，配购卡和橙卡。这2张卡都是美国第3大运营商 T-Mobile 的网络，可以长期在中国国内的使用。配购卡的月租只要$3，而且还送100条短信和100分钟的通话，话费没有有效期，只要不欠费就可以长期使用，非常适合用来注册海外服务或者用来注册美国的银行。而这张橙卡，它不仅能够在中国上网，使用原生的美国 IP， 而且还可以在 WiFi 通话的环境下无限免费拨打全球的电话，无限免费接收全球的短信。唯一的缺点就是月租比配购要贵上3倍，最低的消费是每月$10。有很多感兴趣的小伙伴和我一起海淘了这2种美国手机卡到国内。在国内使用这2种卡，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激活的问题。我之前在做介绍视频的时候说过，可以通过拨打客服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激活，但是目前这2种方法都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进行，而且很多小伙伴通过转移号码的方法激活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页面报错，比如说不会解锁设置 Google Voice 号码。所以本期视频就向大家演示一下最新版的 Ultra 卡的激活教程。那我们开始吧。我们先做一下激活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旧的美国手机号码，目前最推荐的是淘宝直接购买一个 Google Voice， 然后我们把这个 Google Voice 的号码转移到 Ultra 的实体卡就可以了。这样原来是虚拟号码的 Google Voice 现在就变成了运营商是 T-Mobile 的实体手机卡。如果大家担心买的 Google Voice 不安全，那么也可以在转移激活成功之后联系 Ultra 的客服，要求客服给我们更换一个新的手机号码，这样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屏幕面前的小伙伴已经有了可以转移的美国手机号码，那么就可以跟着我下面的教程操作，100%可以成功。接下来我们需要打开4个网址，第一个是 Google Voice 的解锁网址，第二个是 Google Pay 管理网址，第3个是手机卡的激活网址。需要注意的是，配购卡和橙卡的激活网址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激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卡片的图片，去选择对应的就可以了。橙卡的话是这个页面，要点击右边的橙卡。第4个是卡片的登录网址，这4个网址我都会放在视频下面的简介栏里面，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跳转。首先我们来到 Google Voice 解锁页面，我们在这边输入账户密码，下一步有可能会让你提供辅助邮箱，如果不需要提供的话就会直接跳转到解锁的界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号码是锁定的状态，我们点击下面的解锁我的号码，然后点击继续，需要支付$3。跳转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首先第一步是点击下面的账单地址，然后国家选择美国，接下来输入我们的信用卡信息，用国内的外币信用卡就可以，下面的美国邮编随便去输一个就可以了。好了之后点击购买，这边看到已经购买成功了，我们看到我们的号码已经是解锁的状态。接下来第2步我们需要设置 PN， 因为本周 Google Voice 刚刚关闭了旧版的入口，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像以前一样切换到旧版来进行修改。那么要怎么操作呢？我们先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再选择左边的语音信息，点击拨打已收听，把这个开关打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置 PN 码，这个 PN 码是转移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的，如果没有设置 PN 码是没有办法去转移成功的。设置好了之后，我们到 Google Pay 的页面。为什么要到这个页面呢？因为我们在上面解锁的时候支付了$3，也输了我们的信用卡，我们的信用卡号就会在 Google 的系统里面有存档。我们刷新一下页面，然后点击第2个支付方式，就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我们一个刚输入的信用卡号，我们直接把这个信用卡删除掉，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资金安全。到这一步的话，所有的准备工作我们都已经操作完了，接下来就正式开始进入激活流程。我们到激活的页面，配购卡是这个页面，然后输入手机卡背面的激活码，
输完之后点击下面的继续去激活。在这个界面呢，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点击中文，然后选择跳过。邮编的话，我们随便输一个美国的邮编就可以了。选择下面的转移传输号码。下一个页面非常关键，电话号码的话就把我们刚刚的 Google Voice 号码复制过来。账户的话，大家一定要手动去输入 Google Voice 的号码，然后不要加任何的空格和任何的标点符号。PN 就是我们刚刚设置的 PN 号码，邮编随便输一个，然后点击转移传输，点击继续激活。这里的信用卡信息我们直接点击跳过。用户资料这里的话是关键，一定要设置。用户姓名、邮箱这里我们随便去设置就可以了，用户名也可以随便去设置就可以。下面密码是关键，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密码。输入完成，点击提交信息，这个时候就会提示激活过程正在继续。接下来的话就是 90% 的小伙伴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现在提示页面正在激活，过程仍在继续，然后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刷新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页面报错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无论再怎么去刷新都会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说如果出现这个页面的话， 99% 的可能是你这张卡已经激活成功了，所以说激活的页面会报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呢？这个页面我们直接关掉就可以了。我们来到第4个登录的页面，这边去输入自己刚刚转移的 Google Voice 号码，下面去输入自己刚刚设置的密码，注意是密码不是 PN， 然后点击登录。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已经顺利的登录进后台了，说明我们的卡已经激活成功了。当然也有个别的小伙伴在输入手机号码和刚设置好密码之后会提示错误，很有可能是这个号码还没有转移成功，你可以再过半个小时再进行尝试。从激活到我登录成功前后不过5分钟的时间，最好是建议大家在美国的工作时间来进行操作，这样转移的时候会比较快。如果说在美国时间半夜去操作的话，它的系统反馈会比较慢，可能需要1到2个小时才能激活成功，但是在工作时间的话，一般5分钟就可以成功了。登录到这个界面，说明已经激活成功了。我们首先的话就设置一下 WiFi 通话，点击左边的 WiFi 通话以及短信去设置一下。911地址可以按照我上面的地址和我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有自己的地址的话，去设置也是可以的。设置好了之后，接下来需要我们进行充值，因为不充值的话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充值的话，我们点击下面的加载配购钱包，然后去选择信用卡，选择自己充值的金额，添加信用卡。国内的外币信用卡也是支持的。充值完成之后，这张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完成充值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也是开通一下 WiFi 通话。开通的方式很简单，我们直接打开手机的设置，选择蜂窝网络。如果说你用的是橙卡需要上网的话，蜂窝数据选项这里我们就需要把漫游把它打开，如果不打开是没有办法去上网的。然后下面网络选择这边选自动就可以了。下面无线局域网通话，我们在这里把打开选项启用。接下来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话，下面就会跳出来页面，然后确认一下地址。我们网页后台已经输入过地址了，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下确认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界面就会跳掉。我们返回一下，看到无线局域网通话这里已经打开了。如果初次设置的话，无线局域网通话设置完成之后不是实时启用的，这个地方可能会还是关闭的状态，我们不要着急，过半个小时之后重启一下手机应该就可以了。无线局域网通话也就是 WiFi 通话， iPhone 5以上的机型全部都是支持的。如果说你的蜂窝网络这里没有无线局域网通话的话，那么也不用担心，那是因为现在插的是国内的卡，当我们把自己的橙卡或者配购卡插到手机里面，就会有无线局域网通话这个选项了。以上就是 Ultra 卡最新的激活教程，按照这个方法操作100%是可以成功的。如果大家在操作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到更多的小伙伴。那我们下期再见。